观众朋友，香港大火到今天到此刻为止，罹难人数已经超过128个人，还有超过200人现在下落不明。我们今天一开始要给大家看到是一名基层消防员写下的万言自白。他昨天才从火场归来，今天写下了这一封震碎所有香港人的人心。他说，他冲进去的火场不是火场，是地狱，里面将近1000度。他说他背着9公斤的氧气呼吸筒，每一步都在赌命，被毒烟退到没办法再往前。明明耳机在喊的是哪一层、哪一户、哪一室，还有人在那边等着去救，但多无奈，没办法再靠近了。他说这一切的悲剧2个字就是人祸。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每一个户你收人家60万，我以为花那么多钱可以换来一个安心，结果留下的是一点就烧，一烧就飞溅，一飞溅就火烧连环楼的劣质为王。这不是人祸，什么是人祸？好，俊江哥还有报讯的观众朋友，这个香港的鸿福苑大楼的这场悲剧跟意外呢，现在目前看起来死伤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当中。我们常讲说灾祸，天灾人祸。如果是天灾的话，大家是不舍；如果是人祸的话，那就令人愤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观众朋友，你要知道，现在这个鸿福苑讨论到今天，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了几件事了。先不要讲有没有东北季风，有没有这个丢烟蒂，就讲说它的整个大楼8栋大楼外面的这个维护网，为什么要有维护网？因为它要进行维修工程。为什么要鹰架？因为它的工人必须站在那边，所以避免工人掉下来或者是他危险的时候，你会有维护网，一定都必须要使用阻燃不易燃的维护网。但今天已经证明了，别的地方不知道，这个鸿福苑的8栋大楼用的绿色的这个维护网根本就是易燃，所以一下子烧起来以后，通通都走上来了。那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救难行动，从昨天下午一开始，那么多的香港英勇的这个消防队员进去以后，有一位消防队员他不幸就殉职了，其他几位11个人受伤，那还有很多的住户跑不下来，没有警报，莫名其妙死伤这么多人。有一个叫做普通的香港消防员的自白，这篇文章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扩散开来了。他没有说他是谁。俊相哥，我把整篇文章看完之后，我觉得他很可能是有进到火场去，跟着一起去进行救灾，而敢怒不敢言的打火弟兄。是他说，为什么我们进到里面以后会是这样的状况？我们不是身穿这个消防的黄金战衣吗？不好啊，因为进到里面才讲说，天哪，里面的温度有多高？观众朋友，我现在给大家放的这个画面是已经火灭了以后，从顶楼开始放水降温。一层一层去搜寻还有没有这个幸存者的画面，跟他们进到火场时候所看到状况完全不一样。因为俊将哥进到火场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因为正在烧，高温，那个温度高到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前进。第二个，我要拿水先去扑灭它的过程当中，我几乎看不到，因为都是浓烟。那因为是浓烟，还有可能吸到有毒的气体，所以它是一个多困难的一个救灾环境。这个消防队员所写说，这是人祸。我刚刚在讲了，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消防队员控诉他根本就是人祸，因为当我们进到火场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设备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救火，因为到处都是有毒的气体。来，观众朋友，第一个为什么会烧成这样？刚刚讲了，这个维护网，绿色的维护网，它法定上规定，它本来就不可以易燃，结果呢，烧得有够旺，所以呢，这就是人祸。为什么用这样的东西？好，观众朋友。香港相关的报道已经出来了，因为呢，可燃的这个就是防护网比较便宜，可是可燃的它很危险啊，一张50块港币，那另外呢，不可燃要90块，那多40块钱，你说怎么样不用？不是，因为就像你要知道哦，不可燃的维护网的材质，它放在那边，风吹日晒，很快的它会脆化，脆化以后你要更换，这种可燃的反而可以放很久，反正你只要不烧到没事。但烧到就惨了，所以你烧到的是什么？烧到的居然是这样子的可燃物的时候，造成了有毒气体。第二个，除了防护网之外，巨象哥，居然还有发泡胶，还有相关的像保丽龙的东西，把那个窗户都给包住。这件事情其实是最看不透的。你去拿那个易燃，然后不耐热的东西去包覆。来，画面当中你现在看到的已经都拍到了哈，就说这个是室内的画面，对你外面封堵的这个外层为什么会用发泡胶的材质呢？好，观众朋友，这个事情到了今天下午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发现，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所谓的维修厂商它有多扯。我先给大家看这个画面，为什么有这个画面？
因为这是施工图。俊阳哥，在这个整个大楼被包起来8栋嘛，鸿福院总共有8栋大楼，它在施工的时候外面会有鹰架，对不对？对。然后会有防护网，避免工人掉落，对不对？对。然后呢，它在进行工程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碎石啊或者相关东西打到玻璃破掉？有可能，有可能嘛？那避免你家的玻璃破掉，叔叔伯伯，我给你们弄这个发泡胶很好啊，它可以这个防止你的玻璃破掉，软垫的概念。但是各位观众朋友，但是这个东西会烧。昨天我看到香港的那个消防处的处长，第一时间就讲说，我们现场发现有易燃物、有发泡胶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还有发泡胶，结果根本是来观众朋友一定要跟你讲因为这一家这个鸿业建筑工程公司，他包下这个案子，来观众朋友看一下，他以前里面所提出来的 presentation， 它就是用发泡胶在进行外墙维修的时候，外面有防护网，有竹制的鹰架，然后呢用发泡胶把玻璃给保护起来。观众朋友，为什么那个消防队员说是人祸？因为从头到尾不可以用易燃物，你不但用了易燃的防护网，你还用了发泡胶，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的火。第三，现在目前香港政府说我们发现了，因为我们都讨论嘛，昨天竹子用的鹰架，现在开始了，我们不要用竹棚啦，竹棚太危险了。但等一下。已经有很多专家跑出来讲了，第一个那叫传统技艺，第二个它的这个伸缩性很好，第三个它可以搭得比较快，因为它没有那么重。可是第四个，它是不是造成这一次大火的原因跟主因？讲到这里，一天过去以后，发现说好像不是啊。香港的之前天文台的台长，他叫林英超，直接出来就炮打啦。现在香港有一些人也不想讲话，他就讲了，他说为什么在检讨竹子？是竹子很容易烧吗？不是，是外面的这个防护网。是里面的发泡胶，这2个致命的因素造成它一烧上去以后，昨天我们跟消防队员连线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你今天一栋大楼，比如说5楼，它不幸电线走火，它失火了，可是你要从5楼烧到6楼，还有所有的这些防火设备不易燃的，它还要弄很久，还有自动洒水，说不定就停住了。结果没办法挡不住了，那就烧到6楼嘛。可是它不是，它是从外面一次从1到31楼全部都烧完。所以观众朋友倒回来看，当然阻止这个事情我们也要检讨。可是到现在为止，几乎可以确定，为什么消防队员的自白，他想说这是人祸，就是因为其实港府本来就已经规定不可以使用易燃的物品，没想到它包套外面的这个护网围栏，还有玻璃的保护，都用发泡胶跟可以烧的这个防护网，当然就会使这个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这家鸿业工程公司继续下去，水可深了。暐瀚要带我们继续抽丝剥茧。第一件事情。你来承包了这一个8栋4000人居住的大社区，每一户你收人家快要台币60万，60万你给人家用的是这种会杀人的易燃的材质，其一，其二，这种几乎是杀人的蠢工法、劣质工法，另外还有11处大楼现在正在进行，所以到今天你看电视为止，全港发起了自行拆网检验的恐惧大行动啊！所以再讲一次。天灾大家不舍，人祸会令人愤怒啊！这一家鸿业后续等港府跟相关的调查单位跟大家做报告。可是目前可见、可看到、可查到的资料以后，已经让大家觉得莫名其妙了。先讲第一件事情，鸿业所用的这一个防护网，它居然是可燃的。但等一下，鸿业它有很多的 case 和跟相关的工程，是不是都一样？现在这2天，因为刚刚讲完以后，大家发现说，那我们也正在进行的工程，外面也是包绿绿的一层一层啊，对不对？赶快把它剪下来烧看看，导播给大家看那个画面。结果一烧，它哪里是阻燃？我跟俊安哥还有观众朋友报告什么叫做不易燃的这个物品？就是你拿着打火机去烧它，连续烧4秒之后，你把打火机关掉以后，它必须在3秒之内火苗熄灭。我再讲一次，这个是阻燃的器材，你再说一次。再讲一次，你拿一个东西，拿打火机去烧一个所谓的不助燃的不易燃的东西，烧下去以后，导播给大家看这画面就好烧下去以后，火燃起来，对不对？当我把我的打火机关掉以后，这个火苗一定要在3秒钟之内完全熄灭。哪有？你现在给我看的画面，一点就燃，一燃就飞溅，这哪里像是什么4秒、3秒的啊？就知道了，所以它就不是一个阻燃的防护网，它就是个会烧的嘛。所以烧上去以后，哇，原来是这样。那观众朋友必须说这一家它叫做鸿业。可是会不会香港除了鸿业以外，其他有的防护网新属性是不是节省成本都要去查？香港人现在非常愤怒，而且也会担心，都要去查。我跟观众朋友讲，台湾也要查。台湾的鹰架是金属的，那台湾防护网呢，都要用不易燃的这个成本要花高一点，不然真的很危险。第二个，刚刚俊安哥在讲，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听？
这1984家4600多人的鸿福苑8栋大楼，他们现在进行维修，对不对？1983年的房子，那我就问观众朋友，你家如果住了30年、40年，社区管理委员会讲说，黄先生、李太太，我们要做维修，好不好？大家说同意了以后，多少钱？观众朋友多少钱？60几万，要60几万一部车一户要60几万，给大家看一下，烧成那样，现在连整个家都没了。当时住户就觉得贵，好，我再讲一次，当时住户就觉得贵，我们只是修缮而已啊，我们现在还烧成这样啊，可是为什么会这么贵？俊相哥，因为当时红叶所提出来的价格，我就不讲港币了哈，我让台湾的观众朋友听得懂，13亿，他提出的要做这个8栋大楼修缮的钱是13亿，但是有没有其他公司也要来标？有，另外一家是6亿，结果呢，6、7亿，它是才比它多了6到7亿的这个成本，有没有？所以多了大概6到7亿的成本，它得标了。好啦，得标了以后很贵啊，一家要花60几万去做这个工程，一做到现在以后，居然发现说，因为大家不是专业啊，阿姨怎么会知道说这个鹰架上面的防护网易然很危险？阿贝怎么会知道说我的这个玻璃外面弄一个发泡胶以后没有烧没事，还可以隔音，还不会玻璃打破，结果烧起来会这么危险，所以你就要知道咯，现在红叶出大事了，当然也已经先压起来了，直接带回去调查了。可是它另外还有11项的大楼工程，到现在为止，那另外11个工程怎么办呢？大家会很紧张，赶快把防护网剪下来一烧，真的都是易燃的防护网。真的太危险了。好，最后，我刚才提到了这个11项的大楼工程，你要知道，他在香港的业界，他是很有名的竞标常胜军。凭什么过关斩将？难道靠的都是这种用廉价把价格压到最低，用这样去抢标吗？所以，观众朋友，现在目前看起来，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没有办法纸包不住火了，所以后续一定会去查红叶是怎么做的。但是刚刚2个 case 跟大家讲，就是红叶的工程用的是一个不合标准的建材，它是会烧的，可是它敢用。第二个，它有11项工程，表示它很会标，它标到很多工程。第三，它的工程很会标，它不是最低标，它的标案比别人贵了6亿台币，它还能得标，所以是不是相关上下它打点得很好？这些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可是香港政府要去查，为什么它可以得那么多标，用这么烂的这个材质，然后还收那么贵的钱？再讲一次，用这么烂的材质收比别人贵的钱，那到底这些钱是跑去哪里了？所以所有这个红叶建筑它所做的每一项工程，现在大家都不敢相信，全部都要通查，而且呢，一定要使用不易燃的建筑材料，否则真的是太危险了。观众朋友，鸿福苑这把大火呢，到目前为止120条人命，还有超过200个人失联，大家都在想说，它会是史上第几惨烈的？不要比了，都不要比了。史上第一是一场香港人不敢提，政府不敢谈，历史也默默把它掩埋的火烧马棚大火。发生什么事了？那是在跑马场，竹棚看台当场倒塌之后，下面是什么？火烫烫的油锅啊！4500人挤在一起，短短半个小时，600个人烧成了焦炭。100年前的竹棚，100年后的围网，为什么悲剧一再的重演呢？香港的这个鸿福苑大火，现在呢也引发了各方继续要帮忙哦，希望能够捐助物资包括钱来帮助这个受灾户的情况。那现在呢，被誉为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就是这个赛马会，他现在也宣布要捐出4亿台币。1亿港币的这个经费呢，来帮助家属渡过难关。不过还没完，他说这个只是首批的这个救援而已，接下来会提供更多的协助来帮助家属渡过难关。好，马会第一时间跳出来，伸出了援手，可谓让大家有更强烈的既视感。而这种既视感居然是跨越100年的时间历史的深度。为什么？火烧之痛，大火之痛。香港马会最知道。对，如果说鸿福苑是香港历年来最严重的大火，但是从香港的历史上来看的话，它可能只能排名第2的大火。为什么呢？第2大火呢，我要追溯到100年前，1918年，当时这个被誉为香港最惨烈的火烧马棚事件。你要知道，1918年在跑马地的马场当年发生了个大火事件因为当天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当天等于是这个赛马场举办1年1度的周年大会，有点像是总冠军赛的概念，所以呢，现场
蜂拥而至，非常多的观众，4500名的观众都到跑马地的马场去观看这场大会。那你知道人来了之后呢，就会有摊商也跟着一起来。对，很多摊商呢就把现场呢营造成像夜市嘉年华会一样，而有人在煮菜啦、煮小吃啊，等等的，包括用火这样的情况。可是你要想。当100年前了，这个观众席，它等于也是用竹子来编造的，对，承受不住4500人那个重量，当下整个舞台直接倒下来，哇！舞台倒下来之后呢，这不止说人直接在下面被压死而已，现场我刚才讲很多的摊商在煮东西，所以你说那个相对位置是说，在100年前，当然不是用现在的金属，是它是用竹子编出来的舞台，观众席，大家坐在观众席上，一塌下去之后。撑上去，下面的空间就是变成他们这些大排档，他们在这边摊商在那边煮啊、烈火啊、热油啊，在那边滚，下面就是他们的厨房。一塌下来，厨房溅了满锅，火焰烧开来，热油到处，那上面又压下来，又踩踏，我不敢想象。当大火遇到那个竹子的这个架子之后呢，火势燃烧的更猛烈了，所以当下4500人整个。这个舞台直接倒下来之后呢，600人就是因为这场大火直接带走了性命，而且这个舞台不是说只有倒下来上面其实舞台上面还有坐人，所以当下很多人是摔死或是压死，甚至被烫死的都有发生在现场情况。哇，被你讲的100年前的画面全部都浮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你刚刚提到了600人烧成了人炭，溅了热油，火拍不掉，引火上身。多快的时间？半个小时30分钟你要知道，100年前哪有什么消防设备？那个消防的概念跟设备远比现在是完全不及的。你要知道，100年前这场大火，现场4500人观众带走600条生命。那当天的大火呢，瞬间，很多人烧到变成灰、变成炭，都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当时这港府发现说，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呢，要家属来认尸，很多的遗体是认不出来的。那认不出来的情况怎么样呢？把它全部集中。往后面的咖啡园的山上，直接把它运到上面就地掩埋。哇！所以大家看了这场大火之后呢，在对比现在为什么跑马会捐出这个港币1亿元，希望能够帮助鸿福院这些民众渡过难关，其实是有这样相关的历史脉络同病相怜。对，2个原因，一个是感同身受，是；另外原因是因为香港马会是香港最头号的财神爷啊！你要知道，很多人谈到香港就不能不提赛马的东西。对，我们故意从港剧港片，就是香港的综艺节目，其实很多都在介绍香港的赛马文化。那你要知道，香港的这个马会，其实它带给香港政府的税收也非常多。你要知道，它光是2024、2025这2年的投注金额就高达了3200亿的港币，光带给港府的税收就带给了288亿港币的税收，1.3兆的总签注金额。将近1200亿的税收上缴给港府是，所以你知道它的缴税的幅度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投注金额非常高。那大家想说，香港人很疯这个赛马文化，那有没有可以成为马主，或者是马场的这个主人，或是我自己带马去比呢？我跟你讲非常困难，即便你有钱，也不见得进得进去。那很多人喜欢赛马，就不得不谈这个香港首富李嘉诚。李嘉诚呢，就是赛马会的马主之一。那你要加入马主，他当然是有钱没错，但你要先加入他的赛马会的成员才行。这个成员也不是随随便便，你说你有钱就可以加入进去，他有相关的资格层层把关的。通常加入进去不外乎3种条件。第一个，你要当律师可能有些律师、医师。或是说，你是老师等等。那明星可不可以？对，明星当然也可以。明星最有名是谁？就是郭富城。大家不想到郭富城，这不就是4大天王跳舞那个郭富城他其实也是那个马主之一。当年2022年，他曾经养了一匹马，叫做这个武林密码。这个马的名字叫武林密码，帮他拿下该年度的冠军，也把他赚进1夜就赚进了700多万，不得了。那郭富城呢，他有一套这个马儿的生财术，他不只有养1匹马，他养了4匹这个赛马。这4匹赛马呢，这几年帮他带过超过3000万的这个财富收入，你就知道香港人多么风靡这个赛马文化。所以双城从李嘉诚到郭富城，所有你想得好，各行各业最有钱、最露脸的这些大人物，都在香港马会。你来看到，连这么低调、90几岁、人瑞等级的李嘉诚，早就不问世事了。最近一次公开露脸，带着他的孙女。也是在马会对，李嘉诚最近几年非常低调，也鲜少出现在这个镜头前或是公开露面。但没想到呢，2017年他带着他的长孙女就来到这个跑马地的赛马场，
公开的，画面就直接出来了哦，所以你也知道李嘉诚是多么疯这个赛马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不是疯，他当然也是马主之一哦，所以在现场的时候呢，当然他也是 VVIP 的成员。所以你要知道，香港的赛马文化是非常的盛行的，我们从一些港剧、港片都可以看出来。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提到说，香港史上最大的火灾。哦，就是这个火烧马棚，为什么引发大家香港人不愿提及的一个情况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